其实我国有相当多的 UFO 目击事件。在1997年呢，我国北方的天空中就来了一位不速之客 UFO， 时常出现在北方雷达的屏幕上，成为我国空军有史以来最为困惑的一件事情。因为从古至今呢，有很多事情都无法用科学来解释。虽然其中大部分被认为是封建迷信，或者是一些被认定为编造的故事谎言，但其中仍然有一小部分呢，让人觉得极为惊讶，甚至除了离奇呢，没有更好的办法来解释。而 UFO 定义为不明飞行物，有人就认为许多不明飞行物事实上是外星人的飞行器，但时至今日尚未发现确实可信的证据。但始终有部分的发现呢，根据现存科学的知识还是无法解释的。今天呢，我们要讲的就是一个部队解密的 UFO 目击事件，任务代号为971。以下的故事呢非常玄幻，大家当故事听听就好。Hello， 大家好，我是宇哥。好，大家好，小唐。故事呢开始于1997年，那是元旦刚过不久，我国的天空中多了一位不速之客，时常呢出现在北方的雷达部队的荧光屏幕上。在1月的上旬的一天上午呢，新疆北部就发现了一批不明空情，以每小时280到300公里的时速呢由西向东运动，高度是4500到6000米之间。按照异常空情处置程序呢，兰州军区空军起飞作战值班飞机拦截查证，没有发现任何目标。当日下午16时许呢，不明空情进入了北京军区的空军防空区域，毕克旗和张家口机场作战值班飞机分别起飞拦截查证呢，也没有发现任何目标。随后呢，又有一批不明空情出现，首次发现位置在内蒙古中部，由西向东运动，雷达信号消失后出现在了呼和浩特以东约300公里的地方。此时呢，地对空导弹部队已经进入1级战斗状态。当雷达发现目标后呢，按照疫情空情处置原则，没有查询目标前不首先使用地对空导弹部队射击。所以在19时许呢，目标进入了沈阳军区的空军防空识别区域。值班飞机呢起飞拦截，仍然没有发现任何目标。在21时许呢，目标经大连至黄海上空消失。此后呢，空军雷达、航空、通信兵部队都进入1级战斗状态。在1月12日呢，再次又发现了内蒙古中部由西向东运动的一个雷达信号，随后呢向南渐渐偏离，多架飞机相继升空查证，结果都没有发现目标。这一情况就引起了领导的重视和关注。此次的异常空情的特点是速度小，航线比较平直，雷达信号稳定但不规则，很像直升机的飞行参数和信号特征。但多架飞机升空查证均没有发现任何目标，可以排除是直升机的可能。第二天上午，空情再次出现，首次发现的位置在呼和浩特的北部，由西向东经山海关后消失。同样查证呢，也没有任何目标。这次情况就更奇怪飞行的高度呢是在4800米降到了4000米。飞行的速度呢，每小时200公里降到了30公里。地对空导弹部队开始使用高倍率的光学仪器搜索该目标，但都无法发现。后来连续出现多次呢，主要是在呼和浩特西北部中蒙边界的地区，经张北或张家口以南向东运动，每次航线都不同，逐渐的向南偏离，过山海关后就消失。奇怪的是，每次雷达都能发现，但航空兵或地面部队各种高倍率光学仪器都无法发现目标。这一空情呢，在1997年的1、2月之间频繁出现，3月份以后呢就开始减少了。空军为此就采取了多种的查证手段，均没有结果。2月上旬呢，不明空情再次出现，进入了雷达兵部队的视野。这次情况更奇怪，雷达信号和光学仪器都没有发现目标，但航路却十分稳定、规则、顺畅，好像是在同一个航线上运动一段时间后再进入另一条航线似的。所以作为负担国土安全的防空任务空军呢，不能及时查明情况和空情，会给空中安全带来威胁和隐患吧。所以当时给他们带来很大的压力。为了尽快查明真相呢，空军就把它作为当前的主要任务，任务代号就为971。当时调动一切力量，采取各种手段，全力以赴呢查明空情。目标每隔几天就出现，有时候连续出现。因目视和光学仪器都无法发现呢，先后多次升空电子侦察机、直升机携带各种侦察器、电子探测器进行搜索，都没有获得有价值的数据。不久呢，空军在北空第2招待所组织军内外相关部门研讨会，有很多专家对目标性质进行分析和研究，主要有2种意见。第一种意见认为，可能是由于高分子聚合物制成的透明的气球携带着微型电子侦察或干扰装置，所以专家带来了几个这种材料制成的气球实验，给大家做了介绍。
他说这是30公分长的气球，充气后直径可达3米以上，无色透明，非常薄，强度很高，可以携带几公斤的物体呢，升到几千米的高空，随风漂移。那么这种气球不仅可以高空漂移，并在1000米以上就停止移动。气球上携带的微型电子侦察装置主要有一种叫做角反射器的东西，主要功能是用来反射雷达回波，而角反射器呢也叫做角反射探测仪。当高空风呢把雷达回波环扫到这个部位的时候反射器就会探测到雷达回波的位置、大小和速度等特征呢，并通过无线电波呢传送到地面中心进行处理。目前这种探测装置已经发展得非常完善了，除了用于探测雷达和导弹外，还能够跟踪卫星和飞船。但是很多人不认同这一点意见，他们的理由有3点：一是如果是气球悬挂的微型装置在4500到6000米的高度，正是大气层对流的中层，气流状况比较稳定，那最大的流速不会超过每秒30米，即使是12级台风的风速是每秒32.5米，不可能达到每秒80米的运动速度。只有在对流层上，比如说6000米以上，才有可能出现风速每秒大于30米的强风，那就是所谓的急流带嘛。而导弹部队的参谋呢，常组织部队用气球携带反角器呢进行雷达跟踪训练，所以对空中气流的情况是非常清楚的。第二点，他们认为从雷达的反射信号看，我们使用的高频无线电通讯设备可以在较低频段发现回波，但无法探测出真正的目标。每次出现的航线看都是从蒙古方向入境后，先向东南运动，经一段距离之后再改向东，由张北至北京之间朝山海关方向运动。这样的航线不符合高空风的自然运动方向呀，起码在入境之后比较规则的转向，不是高空风自然所为嘛。第3点是从雷达显示的信号强度来看，一个微型的金属物体不会有这么好的反射信号，而我们所制作的反角器边长需要最小要60厘米才会有比较好的雷达反射信号。所以如果这样大的物体在空中的话，飞行员不可能一次都没有发现。如果是为了侦察用的微型装置外壳也完全可以用非金属的材料制成，尽可能的不被对方雷达发现。如果是用来干扰的呢，一个微型装置做到全频段干扰，技术上的难度是很大的。所以专家的第2种意见就认为可能是境外地面控制的一种新型的电子干扰源，但对此呢，有很多人就认同了。但也有一个疑问，就是电子干扰信息通常针对某一个频段，但是空军各种雷达工作在米波、厘米波、分米波段都有，都可以发现信号，所以信号形状是典型的目标反射信号，这个不大可能。目前已知的外军使用的距离投影信号，可以在雷达上产生一个沿距离方向的运动信号，通常只针对制导雷达，还没有发现具有全频段覆盖的能力。而从我们获取的各种信号图像和运动规律分析呢，也不像这种电子信号干扰。在没有确切的证据前呢，只能是分析判断，谁也不敢下结论了。但通过这次分析呢，大家清晰了一个问题，就是目标只有2种可能，一个就是有实体，一个是没有实体的电子信号。现在大家就认为是有实体的，这是因为我们通过各种手段收集到的目标信息都是可以证明它是的确存在的。而无实体呢，则是因为目标太小无法识别，只能通过探测仪器的灵敏度来判断。现在只要能够证明目标不是实体，即可以查明真相。最有效快捷的方法就是对目标进行射击。为此呢，空军决定用地面防空部队对再次出现目标实施射击。如果是实体呢，射击后目标就会消失；如果目标不消失，就能够证明是电子干扰信号了。所以在1月底呢，空军就调令混七师3团团长带领一个高炮团呢，就前往了河北省的张北地区进行机动埋伏。其余的地对空单位呢，在原地待命。接到命令后呢，战情部队的工作人员就连夜起草了一份作战文件，将事先作战指令就传达给了各个单位，进行了相应的部署，并制定了相应的行动方案。而混成七师呢，有2个高炮团和1个防空导弹团。在师部的历史博物馆中呢，我们就可以看出，这是一支具有光辉历史的军队。所属的高炮团的部队是在1949年成立的，是空军最早组建的一批具有光荣历史的高炮部队。这支部队在抗美援朝和抗美援越中呢，先后到广东、西北、福建、华北等地进行多次的军事行动。所以高炮3团在北京顺义是使用苏联高射炮改良后的59式100毫米的高射炮。该系统由雷达、火控系统、电子发射设备组成，有效射程呢12公里，可以进行全团集中开火，单发呢每分钟15发的射速，配有延时引信的单发弹，可以达50米，适用于12000米以上的高空目标，并可以对陆地以及水面目标实施有效打击。
虽然这些武器都是老式的，但是它们的火力密集，杀伤覆盖率高，抗干扰能力强，准备时间短，反应速度快，机动灵活。如果是一个营的火力覆盖范围就能够形成一张范围很广的火力网。所以目前地对空导弹呢，已经是防空兵的主力武器了。但仍有少数的100毫米口径的高射炮呢，以适应特定条件下的特种作战需要。所以部队就接到了机动埋伏的指令。经过了1天的准备呢，在第2天晚上向张北方向进行了机动部署。埋伏的部队呢，是直接受军区空军领导的。在常规有线、无线的基础上，还增加了地面卫星通讯车、卫星电话，通过各种方式确保了通讯线路的畅通。一切准备就绪呢，在张北战区的空军指挥所就增设了指挥专用席位，以强化战斗值班。但诡异的是，这个神秘的东西似乎发现了我们的动向。当我们准备好了这一切准备工作的时候，1周都过去了，居然没有任何的动静，就这么莫名其妙的消失了。而1月底的张北呢，正是最寒冷的季节嘛，坝上草原寒风刺骨，所以士兵们白天在阵地上展开训练，晚上住在单薄的这个帐篷里每天用水都是限量供应，生活艰难可想而知。所以离2月7日春节还有10来天的时间，城里忙碌的人们可能都已经在为春节做着准备了，而军区空军的指挥部处于加强戒备的这个战备状态。所以后勤部的组织人员也前往了张北区域慰问设伏的部队，为他们送去了一批过年的物资。大家每天都坐在指挥中心的控制台上，张北临时作战的单位都看得清清楚楚。而绿色的航班和黄色的航班信号悄无声息地在上面移动着，而在他们的旁边，红色的指挥专线呢，静静地躺在那里。只有前线埋伏的人员每天在汇报着战备的消息。在一片竞技声中所有的人都在等待着这个目标，期待着张北方向的红色异常空情再次出现。在坝上草原严寒中等待的埋伏的士兵，他们更是迫不及待地想要找到目标，想要弄清楚这场持续了很长时间不寻常的空中情况到底是什么。然而整个春节呢，居然都是风平浪静地度过了。难道它真的就消失了吗？在2月中旬呢，新年刚刚过去，在下午16点的05分1等作战准备的号角呢，在军区的空军指挥部响起了。所有的战斗人员都冲到了自己的指挥室。一进指挥室呢，大家就看到了呼和浩特东北偏北呢，乌兰察布市的正西边一个红色的信号，从20-01开始，海拔6000米，时速呢每秒80米，正向东方缓慢前进，目标即将达到1号阵地。当值班的指挥官下达1级作战指令16时30分呢，各个防空单位已经先后找到了目标，并将目标的位置报告给了指挥部。张家口机场的一架执行客机呢，当时也被拦截了。高炮3团的目标指示雷达发现了靶点，并与军区的空军进行了校对，位置准确。于17时10分呢，上义县南部的目标接近了张北。根据初步分析应该是在3号高炮射击的射程之内。当目标距离3号炮台50公里左右的时候，炮兵团呢向指挥长汇报，目标很有可能会进入第3炮团的射程内，请清空指示。而处长斩钉截铁的当时就说到了，同意请求进攻，有条件呢就可以射击。在17时20分钟，目标在高炮3团所在位置30公里处继续向东进行。根据飞行轨迹呢，目标将在207国道上方的张家口和张北县之间继续向东进行，不会进入埋伏部队的射程。然而就在所有人都感到失望的时候，目标突然转向了，而向北移动了，从正南方向高炮3团靠近。但是轨迹却是忽快忽慢，每秒钟的飞行速度在20到30米之间。当时所有人都聚精会神地盯着屏幕距离和标线呢都是实时显示的，所以上面就记录着目标的距离以及时间。再次向3团的指挥部报告说敌人来了，准备开火。在17点38分目标在距离阵地大约15公里的地方突然停了下来。所有人当时都在盯着屏幕大家以为还有3公里就会进入攻击范围的区域。就在这个时候呢，屏幕上的目标突然转向了，转到了西方，而5分钟之后他又转向了南方，在原地开始绕圈子了，然后继续向东移动。目标在距离3团10多公里外的地方旋转了10多分钟，始终不去靠近那个火力圈。这是所有人都始料未及的，就仿佛那个东西他知道我再往前就会进入那个火力范围。因为这1个多月以来连续发生了10多起异常事件，都是直线飞行，从来没有遇到过它会转圈这样的事情，这让所有人百思不得其解。从轨迹和速度来看，这确实是一个飞行物体。而18点02分的时候，目标居然消失了。20分钟之后，所有的单位都没有找到新的目标。
这个时候指挥部和部队呢就只能回到3等戒备状态了。而这一次它的飞行的轨迹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它在射程之外游荡了很久，似乎它就知道了继续前进会遭到攻击。如果真是如此的话，那就更有可能是人工操纵的了。但我们找不到目标呀，也找不到任何证据，而且还莫名其妙的又从雷达上消失了。大概半个月之后呢，又发生了一起异常的 UFO 空袭，是从北京门头沟地区进入13号导弹营的攻击区域，被空军下令发射2颗导弹，指令下达到部队呢，导弹已经做好了连通的准备了，正准备瞄准。可就在这个时候呢，目标突然又消失不见了。2次攻击机会，一次游离在炮火圈的范围之外，一次在即将发射导弹的时候目标就消失了。难道是巧合吗？还是对方已经知道了我们的行动呢？都没有答案。自从那以后呢，那个神秘的红色目标呀，偶尔也会出现，但是就再也没有进入过导弹的射程之内了。而飞机上的飞行员们也找不到他们的踪迹。而高炮3团呢，在塞外的冷风中埋伏了2个多月，都没有任何的战绩。在3月底的时候呢，部队从张北呢就被撤回到了原来的阵地当中了。很多年以来呢，空军对各种反常空情处理每次都能够得到一个确切的结论，而这一次呢，是空军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特例。从1997年到现在呢，已经过去了25年了，但这一份难忘的回忆并没有被时间冲淡。971任务呢，从此也不再是什么秘密了。随着近几年呢，越来越多的 UFO 现象频繁的出现人们不得不开始怀疑世界上到底有没有 UFO 了。每年都有上万例的目击报告。但是 UFO 的现象研究呢，只能交给未来的科学了，因为目前我们仍然无法证实它的存在。那么好了，故事呢，宇哥就讲完了。喜欢我们频道的朋友，欢迎在下方留言与我们互动哦。别忘了订阅关注宇哥与小唐的频道哦，拜拜，拜拜。